圣旨已下，顾家嫡女入主东宫，为太子妃，这是天大的恩典，是我顾家的荣耀。父亲，女儿虽不才，定不负皇恩，请父亲示下，何日进宫谢恩？玉满，你先别急，这太子妃为父另有打算。另有打算？父亲这话，女儿听不明白。圣旨写得清清楚楚，顾家嫡女入东宫，这府里的嫡女除了我，还有谁？清婉已记入你母亲名下，如今是顾家嫡长女，论长位，论身份，这太子妃该是她。入母亲名下？父亲，母亲在世时可从没认过这个女儿。妹妹别动气，是爹爹疼我才想着抬举我。我一个孤女，本不该有这份福气。清婉是养女，若嫁得不如你，旁人岂不说我顾成风偏心，说我领养孤女不过是装点门面？所以为了父亲的清明，女儿连皇上钦点的婚事都要让。你是嫡女，自小金尊玉贵，让一让又如何？清婉身份低微，错过这回，往后再难嫁进高门。从她进府那天起，我的院子让了，首饰让了，如今连婚事也要让。好，这个父亲我也不要了。父亲可知，皇上点顾家嫡女做太子妃，看中从来不是顾家。你说什么？这太子妃，您就让给他吧。小姐，老爷也太偏心了，这么大的事儿，说让就让给大小姐。春桃，你跟了我几年了？回小姐，5年了，打从大小姐进府那年起。是啊，5年。这5年，你数数，我让了多少？奴婢记得清清楚楚。原先这正院是小姐住的，大小姐一来，老爷说要避嫌，把您挪到偏院。首饰铺送来的新样式，要他先挑。父亲得了好东西，先紧着他。连父亲多看我一眼，都说怕人议论偏心。奴婢瞧着都心疼，明明小姐才是老爷的亲生女儿。母亲走了才1年，这笔账他就翻篇了。小姐，那这太子妃咱们就真让了？让，不光让婚事，连这个家我也不要了。小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老爷听见要动家法的。你信不信？让出去，将来都会10倍100倍的讨回来。奴婢信，奴婢就跟着小姐。父亲，您以为是在抬举他，可您不知道，您把他推上的是一条万劫不复的路。小姐这些年从没在人前掉过一滴泪，眼泪是给疼我的人看的。在顾家，没人疼我，哭给谁看？奴婢疼小姐。我知道，所以这些年我才撑得下来。爹爹，妹妹不高兴，都是因为我。这门婚事我不嫁了，让给妹妹吧。我自知身份低微，哪里配得上太子殿下？是我不该和妹妹抢。姐姐这眼泪来得可真快。二小姐，我们大小姐素来卑微，什么都不敢和您争，您怎么还要逼她？上回老爷把您喜欢的珠钗赏了大小姐，大小姐怕您难过，连夜给您绣帕子，手指冻得通红也没愿意去。哦，这帕子我怎么没见着？你样样要强，处处压我们小姐一头。她让了您一回又一回，你就不能让她这一次吗？你明知道大小姐心悦太子殿下。好一张利嘴，主子还没开口，先冲出来咬下我一块肉。够了！玉婉，我竟不知你当着我的面对清婉极好，背地里却这样欺她。父亲连一句都不问，就信了一个丫鬟的话。若不是碧儿说出来，我还不知清婉受了多少委屈。是我平日太纵着你了。爹爹消消气，妹妹还小，我做姐姐的让让她没什么。只是妹妹性子直，不爱琴棋书画，万一进了东宫惹太子不快，岂不是给顾家丢脸？还是你懂事，我意已决，太子妃只能是清婉。明日进宫谢恩，由清婉接旨。你若敢闹事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女儿不闹，
女儿成全你。小姐，这么晚了还不写？你写的是什么？给外祖父的信，镇国将军府，江家。老将军远在边关，远水可解不了近渴啊。春桃，你只看见父亲要把太子妃让给清婉，可你想过没有，皇上为什么偏要顾家的嫡女？因为顾家是太夫府，门第高。门第，京中比顾家显赫的人家多了去了。皇上要的是嫡女深厚的人。我外祖父镇国将军江家手握40万大军。40万大军，那太子若娶了小姐，岂不是江山都稳了？正是。可父亲蒙在鼓里，以为这是顾家的荣耀，巴巴的要送给一个养女。那大小姐顶替了小姐，岂不是白得了这天大的好处？他得的不是好处，是催命符。江家认的外孙女只有我一个，他一个养女顶上去，身后空无一人，迟早现原形。小姐姐看得这样透，为何还要让？因为我要的从来不是嫁给谁。小姐是说权？我顾玉婉这一生要权不要爱。把这封信连夜送出城，亲手交到外祖父手上。奴婢这就去。娘，您放心，您的女儿不会任人拿捏。小姐这般筹谋，就不怕被老爷察觉？他眼里只有清婉，哪还看得见我在想什么？这便是顾青的嫡女。朕怎么记得顾家嫡女年纪还要小些？回陛下，清婉是府中嫡长女，素来少出门走动。她与玉婉姐妹情深，玉婉说长幼有序，婚事该先轮到姐姐。玉婉，你父亲说的可是实情？嫡庶不分是大罪。我们皇家的太子妃可不是你们想送哪个女儿就送哪个女儿。启禀娘娘，这事儿妹妹不愿提，是有难言之隐。难言之隐？讲。前些日子，妹妹上山进香，被人掳走，虽被救回，可衣衫却破了，身子都让人看了去。胡说！妹妹名节有损，太子妃却需身家清白之人。父亲心疼妹妹，怕她进东宫有辱太子，才说我是嫡长女，由我顶上。实在是慈父心肠，为保全妹妹名声罢了。好一张血口！这分明是新出话本里的桥段，他竟敢编排到我头上。娘娘明鉴，臣女身心清白，从未被歹人掳走。妹妹，你失了清白也是顾家女儿，我们不会弃你。可你不能为了一个位分，当着娘娘的面说谎啊！顾青父女也是为玉颜着想，思虑周全。此事本宫记下了，断不会传出去。娘娘，臣女不配为太子妃也就罢了，可名节之事绝不容旁人污蔑。母后，此事儿臣可作证。明儿，你也知情？玉婉当日却被劫走，是清婉派人求救，恰遇上儿臣。儿臣派侍卫将她救回，当时她确实衣衫破了。玉婉，女子名节事大，可你不该说谎反咬姐姐。她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怎能恩将仇报？陛下，既然如此，便成全了吧。乔太子对顾大姐情有独钟，何必棒打鸳鸯呢？请父皇成全，儿臣要娶清婉为太子妃。至于失了名节之人，不配进我东宫，否则天下人要笑话儿臣。太子殿下口口声声名节，敢问殿下，可有半分凭证证明臣女被掳？清婉亲眼所见，难道还有假？一个养女的一面之词，便是凭证了？那臣女若说殿下与她私定终身，可也算数。你血口喷人！陛下，儿女情长，何必为难？依妾身看，成全了便是。皇兄此言差矣。安儿，你来作甚？儿臣路过，听到殿内争论，忍不住进来说句公道话。就算顾二小姐当真被掳，那也是受害之人。有罪的是那些歹人，
他们毁人冥界，却逍遥法外，受苦、被逼死的，却总是这些女子。这公道在何处？皇兄不为顾二小姐说一句话也就罢了，字字句句，却都是对她失了清白的不屑与嘲讽。这位三皇子倒是头一个肯替我说话的人。三殿下说得好，我顾玉婉身心清白，谁想污我名声，悉听尊便。可想借此逼死我，绝无可能。我顾玉蛮喜欢谁，给谁的情都轰轰烈烈，因为我足够好，不是因为我嫁的那个人多好。不懂我的人，不配做我的夫君。臣女与太子虽有口头之约，如今物是人非，玉佩归还。祝长姐与太子白头偕老。这玉佩当年是本宫亲赐，为的是拉拢江家。如今明儿坐上太子位，我竟把这茬忘了。没有江家，他这储君之位坐得稳吗？本宫收回玉佩，便许你一个心愿，你想好了告诉本宫。妹妹，太子应允了，我们大婚后会抬你入东宫做个侍妾，这样你也算有个去处。毕竟你如今这名声，怕是没人上门求娶了。做他的侍妾，顾清婉，你倒是敢想。父皇，儿臣至今尚无正妃，儿臣以为顾二小姐堪为名门闺秀，胆识过人，恳请父皇将顾二小姐赐婚于儿臣为正妃。安儿，你不在意她的名声？那样编排出来的名声能有什么用？儿臣只觉得顾二小姐很好。陛下，安儿大约是随了他外祖父的武人脾气，不在乎这些莫须有的东西，直来直往。妾身也觉得顾二小姐极好。我儿胸中有秋血，有担当，朕心甚慰。这门婚事朕准了，将顾二小姐赐婚于你。赐给安儿，江家若倒向贵妃这边，不行，可事已至此。陛下不可，小女名声有污，怕配不上三殿下。若三殿下当真想要，给个侍妾位分也足够了。爹爹，在您眼里，是不是只有顾清婉才是您的女儿？哪有父亲咬着自家女儿名节一毁不放？亲生女儿的话不信，偏信一个养女，又是怕人说您偏心，要避嫌。娘娘，臣女的心愿想好了，臣女恳请自请出顾家，自立门户，求娘娘成全。逆女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还活着，你想自立门户，绝无可能。父亲不许，您配做一个父亲吗？从顾清婉进府那天起，您心里就只有她。分明是你自己毁了冥界。清婉说的清清楚楚。那你告诉我，我哪一日哪个时辰被掳，又是何时被救回来的？就是上月初8，我与你一同进香，后来你被掳走，半夜才被太子的侍卫救回。上月初8，你走到半路说头疼，掉头回了府。我在寺里遇见尚书府的小姐，替她抄经，回来晚了些。你只听说那日山路上有歹人出没，便胡乱安在我身上。娘娘只需派人去尚书府一问，便知真假。顾清婉消明，顾二小姐说的可是真的？父皇母后，清婉也是没办法，她一个养女，若不是玉婉名声有损，怎能带她入东宫？她只是想和儿臣在一起罢了，求父皇恕罪。太子为一己之私，不惜毁一个女子的名节，实在让人不齿。女子清白，生死攸关，你竟听养女一面之词，难怪顾二小姐心灰意冷。既然皇后许你一愿，你要自请出府，自立门户，准了。谢陛下，谢娘娘恩典。太子妃身要正，心要仁，顾清婉这般德行，不配为正妃。太子若执意要娶，只能为妾，不能为妻。逆女，你把你姐姐的亲事搅黄了，得意了。我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东西？父亲，这门亲事原本不就是我的吗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，皇上要封顾家一个太子妃，看中的根本不是顾家，是江家的支持。
你敢算计你父亲！来人，去家访，我打死这个孽畜！顾成风，我看你敢动我外孙女一根头发！外祖父，我的玉婉受委屈了，别怕，你娘不在，有外祖父和你舅舅给你撑腰。我看谁敢欺负你！岳父大人，您远道而来，当不得你一声岳父。我女儿不在了，留下玉婉一个，竟被你这般作践，眼里还有我这岳父吗？若不是我们早到一步，这鞭子就要落在玉宁身上了。这藤鞭便是壮汉也受不住，你竟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手！他目无尊长，不敬长姐，在陛下面前胡言乱语，害他姐姐做不成太子妃。我管教女儿，江家也管得着？皇上已恩准我自请出府，自立门户。从今日起，我随母亲姓江，我叫江玉婉，与你顾家再无干系。好，你出了这家门，就不再是顾家人，我也不认你这个女儿，你永远别回来！好，不愧是我江家的后人。哈哈哈哈！玉婉，跟外祖父回家。好孩子，这一路辛苦了，瞧这脸都瘦了。往后在江家，没人敢给你气受。舅母，什么舅母不舅母的，这就是你的家。你娘当年的院子，我一直给你留着，物件都没动过。多谢舅母惦记。玉婉，过来，外祖父有话同你说。外祖父请讲。你今日在殿上做得好，可你要明白，咱们江家手握40万大军，这是护身的铁，也是招祸的火。外祖父是说，皇上盯着的正是这股力量。正是，皇子夺嫡，谁得了江家，谁的胜算就大。所以你这桩婚事从来不简单。父亲的意思是，咱们江家不掺和夺嫡，只认理护亲。可如今你嫁了3皇子，这浑水怕是躲不开了。外祖父舅舅，玉然有句话，江家不主动夺嫡是稳妥，可若太子坐稳了，他会放过曾经不肯归附的江家吗？你是说，与其等人来清算，不如择一明主。父亲，玉蒙这话有几分道理。我的外孙女有胆识，更有眼光。好，这盘棋，咱们陪你下。外祖父、舅舅，这一回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把属于我的东西夺走。玉婉，在这儿想吃什么，想要什么，只管同舅母说。多谢舅母，能回到江家，玉婉已知足。知足归知足，该争的一样不能少，这是你的本分，也是江家的脸面。外祖父放心，玉婉记下了。听说了吗？顾太傅那养女冒充嫡女要嫁太子，还诬陷亲妹妹被歹人掳走。皇后一怒，只许她做侍妾。一个养女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。顾太傅也是糊涂，放着亲生女儿不疼，偏帮养女说话，这中什么邪？可不是，二小姐多刚烈，当堂自请出府，这才是有骨气的贵女。如今3皇子求娶了她，江家又给撑腰，倒是那养女落了个侍妾的下场，活该。爹爹，喝口药吧，外头那些闲言碎语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别往心里去，满京都在笑我顾成风偏心不公，我这张老脸被人踩进泥里了。都怪我，是我连累了爹爹。不怪你，是玉染的逆女，胳膊肘往外拐，扒着江家，把我顾家的脸面全毁了。爹爹到这时候还护着我，也好，只要这棵大树不倒，我顾清婉就还有指望。爹爹安心养病，等女儿进了东宫，太子定会善待顾家，到时候看谁还敢笑。也只能指望你了，明儿不，太子殿下待你可还好？殿下待我极好，爹爹放心。极好？他心里装的分明还是那个江玉婉，可这话我怎么说得出口？听说3皇子求娶2小姐，半分不嫌她的名声，这才叫有担当。可不是，比起那位听信养女毁妻女名节的顾太师，高下立判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江氏玉婉端庄有德，胆识过人，特赐婚3皇子萧安为正妃，
婚期定于6月初8，钦此。臣女接旨，谢陛下隆恩。好啊，6月初8，这日子定得好。舅娘，太子娶顾清婉是哪日？巧了，就在6月初7，你大婚的前一日。他还是这般，事事都要抢先我一步。抢先一步又如何？你是堂堂正正的正妃，十里红妆，他是顶着诬陷之名的侍妾，这步抢的可真不值。舅舅，6月初7、初8，只差1日。可不是，他抢这一日，抢的是个先来后到的虚名，世人记住的从来是谁风光，谁落魄。行了，先别说他。玉婉，你的嫁衣还要再试一回，可别到了正日子不合身。有舅娘操持，我放100个心。小安，江南今年水患，赈灾的章程朕交给你，3日后呈上。儿臣领命。父皇放心，灾民的事，儿臣不敢有半分懈慢。好，你进来办事，朕看在眼里，比你皇兄稳妥多了。皇兄事务繁忙，难免疏漏，儿臣不敢比。不必谦让，退下吧。父皇这话是敲打皇兄，还是抬举我？这一仗，我得打漂亮了。江小姐，冒昧登门。婚期将近，有些事本王想当面与你说清楚。殿下请讲。这桩婚事是本王在殿上自请的，本王想知道，江小姐心里是愿意，还是被赶鸭子上架？殿下要听实话。但说无妨。殿下求娶我，看中的是江家40万大军。我嫁殿下，看中的是殿下能护我一世周全，各取所需，谈不上情，倒也算公道。痛快！本王最怕的就是扭捏作态。既如此，本王也交个底。本王要的是这江山，江家肯不肯助本王一臂之力？助殿下之前，玉茹想问一句：殿下夺了江山，要做个怎样的君？让灾年有粮，让蒙冤者有处申诉，让女子被人扯破一片衣袖，不必去寻死。他竟还记得那日殿上我说的话。就冲殿下这句话，江家这一臂之力，玉婉做主。见了。那本王便先谢过王妃。8字还没一撇，殿下倒是叫得顺口。6月初8不就一撇了？江小姐，本王盼着那日。这个萧安和我见过的所有皇子都不一样，但愿我没看错人。江小姐这般爽快，本王倒要多问一句，你就不怕本王是只画饼的空心人？殿下若是空心人，今日就不会亲自登门，把底交得这样干净。知我者，江小姐也。那便各凭本事，共谋将来。瞧那位，打扮的比谁都张扬，不就是个侍妾吗？妹妹，好久不见。我与你早就没什么姐妹情分了，有事？父亲让我来问你一句，母亲的嫁妆你全抬走了，可我如今记在母亲名下，是顾家嫡女，那嫁妆也有我一半，还请妹妹把嫁妆单子理一理，抬一半回府，那也是我应得的。天哪，一个养女竟来分嫡母的嫁妆，这脸皮！顾清婉，顾家是穷的揭不开锅了，让你来我这儿打秋风，这是顾家的体面，与穷富无关。体面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养女要分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，你配吗？我已记入嫡母名下，名正言顺。这话传出去，别人只会说你霸占嫡母遗产，不肯认我这个姐姐。名正言顺？好，那我倒要听听谁来替你称这个名正言顺。顾二小姐，慎言。这位顾侍妾真当自己还是当年那个要嫁太子的嫡女呢？妹妹，你我到底姐妹一场，这嫁妆的事你认也好，不认也罢，父亲那边我可没法交代。
你回去告诉顾成风，我母亲的嫁妆是江家女儿的提己，轮不到一个外姓人来分。你怎能如此绝情？绝情？当初是谁当堂污我清白，夺我婚事？顾清婉，你也配同我谈姐妹情分？清婉性子弱，可她到底是你姐姐，你莫要气她。谁都知道，她记在你母亲名下，便是顾家嫡女，嫡母的嫁妆自然该由她先挑，岂有你一人独占的道理？太子殿下也来了，倒是难得，连女子的嫁妆这种事，您都肯过问。是啊，没想到太子殿下这般有闲情。三弟，太子殿下，您堂堂一国储君，为一个侍妾出头，来抢三皇子妃的嫁妆，传出去不怕天下人笑话？何况本王的王妃早已自立门户，与顾家再无半点瓜葛。那日殿上，太子殿下没听见？本宫只是替清婉讨个公道。公道？还是说，近来东宫缺银子，连女人的嫁妆都惦记上了？笑死了！一个养女也敢来抢嫁妆，穷疯了吧？人家都自立门户了，还堵上门要钱，这跟讨饭有何区别？他怎么好意思？清婉，我们走。江玉婉，你给我等着，这口气我迟早要讨回来。收惊了？惊倒不惊，多谢殿下解围。这句东宫缺银子，骂得痛快。三皇子护妻护得真紧，这哪是政治联姻，分明是情深意重。走吧，这儿没什么好看的了。有劳殿下。方才那句“东宫缺银子”，不是随口说的。哦，殿下查到了什么？江南赈灾的银子，太子经手10几万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皇上知道了。父皇已经起了疑，正暗中查。只是太子是储君，没有铁证，谁也动不了他。铁证不必急着找。殿下想，太子如今最缺什么？银子，亏空补不上，迟早败露。正是，他越缺银子，就越会四处张罗，变卖产业，动用人脉。人一急就会出错，错处一多，破绽自然就露出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不必逼，只需等他自乱阵脚。殿下指盯紧了，一有差错，立刻递到御前。江小姐，本王越发觉得这桩婚事，本王是赚了。殿下别光顾着说好听的，盯太子的人手可够？够。本王养了几个机灵的暗参。那便好，在对付太子这件事上，你我立场绝对一致。那就预祝你我旗开得胜。只是太子到底是储君，真要动他，还得父皇点头。不必急着动他，让他自己露破绽，父皇自会决断。好，这件事我盯紧了。参见贵妃娘娘。玉婉来了，快来本宫这儿坐。这宫里规矩多，在本宫这儿不必拘束。谢贵妃娘娘。娘娘宣诏，玉婉受宠若惊。受什么惊？安儿要娶你，你就是本宫的儿媳。本宫看你越看越欢喜。娘娘谬赞了。那日殿上，你顶着满殿压力，自证清白，自请出府，那份胆识，寻常贵女可没有。不是谬赞。本宫年轻时也是这般脾气。娘娘也是将门出身。本宫的父亲是骠骑大将军。本宫自小在军营里跑大，刀枪剑戟都摸过，所以本宫瞧不上那些只会哭哭啼啼滴的女子。难怪三殿下也是直来直往的性子。随了本宫。玉婉，本宫同你说句掏心窝的话，安儿这孩子心是好的，就是太实在，往后他身边得有个像你这样拎得清的人。娘娘放心，这孙玉婉既嫁三殿下，自当与他同心。好，本宫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玉婉，你为何要应下嫁给三弟？太子殿下拦路，
所谓何事？他不过是贵妃之子，搁在民间就是个庶出，你怎么能嫁给他？你分明是与我有婚约的，父皇本要把你赐给我。是吗？可太子殿下，您当日在金殿上可是亲口说了，您心悦的是顾清婉，要娶她为妻啊。不是的，我想清楚了，我喜欢的人是你。我可以求母后让父皇取消赐婚，重新为我们赐婚，好不好？太子殿下，您如今后悔已经来不及了，我马上就要与三殿下成亲，还请殿下慎言。玉婉，你听我说，女子的清白明鉴最是要紧。您若再这样纠缠，传扬出去，怕是玉婉的名声又要受损了。届时，殿下担待得起吗？太子殿下，我们王妃便不劳您相送了。陛下方才传唤殿下，问江南赈灾之事，请殿下速去。赈灾，父皇查到了。太子殿下有空在此纠缠旁人的未婚妻，不如想想怎么应对陛下的斥责吧。玉婉，你当真一点旧情都不念？殿下，旧情是给值得的人留的，告辞。是姑亲手把他推走的，还差5万两，产业都卖了，怎么还差这么多？明儿，外头都传遍了，说你贪了赈灾的银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母后，儿臣一时糊涂，挪用了赈灾款，如今窟窿补不上，言官随时会上折子弹劾，弄不好要废除。废除？糊涂！你怎么敢动赈灾的银子？儿臣也是被逼无奈，东宫开销大，又要打点上下。母后，您的司库能不能再周转些？司库早被你掏空了，还有母家，你舅舅也借了一茬又一茬。明儿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多谢母后，只要补上这亏空，儿臣定痛改前非。你呀，当初若不是娶了那个顾清稳，惹得你父皇不喜，何至于今日处处掣肘？一个养女身后什么都没有，你偏要娶她。如今好了，江家倒向了老三。母后说的对，可我心里到底意难平。这亏空补上后，万事小心。你三弟如今风头正盛，盯着东宫的眼睛多得很。儿臣明白。但愿还来得及。玉婉如今风光，清婉却处处勒肘，姑这一步到底是错了。殿下，陛下传召问江南赈灾的进展。知道了，被叫。人呢？太子殿下的仪仗怎么还不到？老爷，来了，只来了一顶小轿，几个仆从，没见太子殿下的人影。什么？说好的太子秦营呢？这些来贺的权贵都是冲着太子来的。顾大人这亲家做的可真是，连太子的面都没见到。我还当能攀上东宫的关系，白来一趟。走吧，走吧。诸位留步，宴席备好了，再坐坐。顾大人，改日吧。爹爹，就这样把我抬走，连个像样的仪仗都没有。清婉，是爹爹没用，护不住你的体面。这就是我拼了命抢来的太子妃位，一顶小轿，比寻常人家纳妾还不如。老爷，老爷您怎么了？快传大夫！我顾成风一世清明，今日被踩进泥里。老爷，要不奴才去东宫问问，是不是仪仗在路上耽搁了？问什么？人家压根儿没把咱们顾家放在眼里，一顶小轿就是大案。顾太傅这亲家做的，真是赔了女儿又折了脸面。爹爹保重，女儿走了。
我们玉婉今日是天底下最体面的新娘子。舅母，这嫁妆是不是太厚了些？哈哈，厚什么？你外祖父把压箱底的都搬出来了，三皇子下的聘礼，咱们一分没留，全做了你的陪嫁抬过去。我江家的外孙女出嫁，谁敢说一个寒酸字，我打断他的腿。贵妃娘娘有赏，天庄珠宝12台，另赐玉如意一柄。至于嫁妆首台，以示尊荣。谢贵妃娘娘恩典。你瞧，皇上赐的玉如意压箱，贵妃天庄，外祖父备的厚礼，这才叫十里红妆，风风光光。昨日他一顶小轿草草抬走，顾清婉，这就是强与不强的分别。江小姐，本王来接你了。殿下今日倒是精神。萧安，从今日起，咱们就是名正言顺的盟友。这江山，我陪你一起争。吉时到，发轿！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！瞧瞧这十里红妆，从街头排到街尾，经历多少年没见过这般阵场了。这一路的热闹，本王让人备了3天，今日要让满京城都看看，本王娶的是何等样的人。殿下这般大张旗鼓，就不怕折了楚军的稳重？娶你，值得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礼成，送入洞房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这誓言与我们倒更像一纸公约。三弟，好福气啊，娶了这么个好王妃。殿下醉了，咱们回去歇着吧。玉婉，是你吗？今日你真漂亮。殿下心心念念都是江玉婉，几时把我放在眼里过？方才那话你听见了？太子当众唤错名字，唤的还是三皇子妃。晋升，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可是觊觎弟媳的大罪。殿下使不得，快走！我拼了一切嫁给他，换来的是他当众喊别的女人的名字。皇兄今日这醉态，怕是要惹出事端，但愿他别在本王的喜宴上自掘坟墓。顾良娣，快扶殿下下去醒醒酒，莫要在这儿失了体面。殿下，您醒醒，是清婉，是清婉扶着你。清婉，不是玉婉。王妃，太子殿下在喜宴上醉酒，当众喊了您的名字，醉话也能闯祸，这位太子是真不长进。新人入洞房，王爷王妃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王爷快揭盖头。王妃，今日累了一天，本王让人备了醒神的茶。殿下不必客气，咱们之间明人不说暗话。好，那本王就直说，这洞房咱们各睡各的，本王不会勉强。殿下倒是体贴。咱们这桩婚事本就是各取所需，本王要江家孝助，你要安身立命。情分这东西急不来，也勉强不得。殿下通透，那誉王也说3句：其一，对外咱们是恩爱夫妻，不能让人看出破绽，应当的。其二呢？其二，对付太子，你我同心，互不相瞒，成交。其三，其三，他日殿下若得了江山，江家只求安稳，不求滔天富贵，还望殿下善待功臣。这一条，本王记下了。本王萧安若有负江家，天地不容。他答得这样干脆，是真心还是权术？罢了，日久才能见人心。那便预祝你我合作愉快。王妃，往后的路还长，本王盼着有朝一日，这各取所需能变成别的。殿下这是何意？夜深了，王妃早些歇息。这话往后你自会明白。借酒发疯，当众唤错人名，让言官弹劾你觊觎弟媳，你把朕的脸面往哪儿搁？父皇息怒，儿臣昨日醉酒失态，绝无非分之想，求父皇明察。明察？满朝文武都听见了，朕看你这储君是越当越糊涂。陛下息怒，
明儿不胜酒力，一时失言，并非有意。看在他平日勤勉的份上，勤勉，江南赈灾的账，朕还没跟他算。父皇，从今日起，太子禁足东宫3个月，无诏不得出，好好闭门思过。禁足3个月，我才进东宫几日，就要陪着他做这冷清的日子。儿臣领旨。陛下，明儿到底年轻，给他个改过的机会。够了，朕意已决，禁足3月，不必在意。安儿，江南赈灾的章程你拟得很好，这桩差事便交给你去办。儿臣领命，定不负父皇所托。好，退下吧。禁足3月，太子这是自断臂膀。殿下接了赈灾的差事，正好趁势在朝中立威。王妃所见略同，这第一步咱们走得稳。江南粮价被人哄抬，赈灾的银子拨下去，买不到几担米，这背后怕是有人作梗。哄抬粮价的多半是当地粮商，可粮商敢这么做，背后定有官员撑腰。正是，可我出街此事，在江南没有眼线，查不到根子上。殿下忘了，我外祖父镇守边关多年，南来北往的商路上有不少欠他人情的旧部。你是说，借江家的商路探消息？不止探消息，让江家相熟的粮商从邻省调平价粮入江南，粮一多，价自然就压下来了。哄抬的人反倒砸在自己手里。妙，既平了粮价，又赈了灾，还能顺藤摸瓜揪出作革的官员，一石三鸟。我这就修书给外祖父，殿下负责明面上的赈济章程，暗里调粮的事交给江家。他落笔有章法，思虑比朝中老臣还周全。我从前只当江家是助理，如今才知，真正的助理是他这个人。殿下看什么？再看王妃这一手好字，比本王写得好。殿下惯会说笑，信我让人连夜送出，最迟10日，江南必有消息。有你在，本王这心里踏实多了。踏实，这2个字我也很久没有过了。和他共事，竟有几分顺手。不得，王妃，奴才好不容易才寻着空出来，东宫如今盯得紧。辛苦你。东宫近来可有什么动静？回王妃，太子禁足，整日阴沉着脸。倒是娘娘那边，听说在前朝悄悄给太子另选太子妃呢。另选太子妃，这事东宫里知道吗？顾良缇，不，如今的顾侍妾跟着太子一道禁足，外头的事儿半点不知情。那你下回送膳时，挑个清晚听得见的地方，把这事儿不经意的说出来。这要是被发现，奴才的脑袋……只当是闲聊，谁能怪你？事成之后另有重刑。还有，我要你帮我留意一件事。王妃请讲。顾清婉身边的丫鬟，若有出宫采买抓药的，记下她去了哪家铺子，买了什么。奴才记下了。王妃放心，奴才办事牢靠。去吧，机灵着点儿。娘娘，这般引他入局，会不会太险了些？险的是他自己的心。我不过第一句话，走不走那条死路，是他自己选。你说什么？皇后娘娘在给太子另选太子妃？奴婢方才听送膳的小太监闲聊，说前朝几家的小姐都在皇后娘娘的备选名字上了。我才进东宫几日，他们就要再娶正妃，把我踩到泥里去。小姐别急，您如今好歹是侍妾，将来太子妃进了门，将来我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不行，我得抓住点什么，能让我在东宫站稳的东西。小姐是说子嗣？对，子嗣。若我能为太子诞下长子，就算他另娶10个太子妃，也越不过我去。可太子近来根本不进您的屋，所以才要想法子。你出宫一趟，去济世堂抓些助孕固宠的虎狼之药。小姐，
那药猛得很，伤生的。顾不得了，横竖都是一条死路，不如拼一把。去，奴婢这就去。小姐，这药铺的人说这药虚不受补，弄不好要落下病根的。我说了，顾不得。可是小姐，太子根本不进您的院子，您拿这药，那就想法子让他进来。实在不行，总有别的法子。小姐，您可别动歪心思啊，那是要掉脑袋的。闭嘴！这话烂在你肚子里，再敢多言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东宫小太监递了话，说顾清婉的丫鬟去集市堂抓了虎狼之药。他果然沉不住气，这是想拼个一儿半女，顾住宠位。可太子如今禁足，又心烦意乱，根本不进他的屋。他这药怕是没处使的。那就别让他有机会进他的屋。你的意思是？殿下不是常说要为皇兄解闷吗？太子禁足烦闷，做弟弟的送几个能歌善舞的美人去东宫，宽宽他的心。谁能说不是兄友弟恭？妙！美人一入东宫，太子的眼睛被勾了去。顾清婉连他的边都摸不着，他那虎狼之药反倒成了催命的引子。正是。王妃这一手借力打力，本王自愧不如。殿下谬赞，我只是太了解顾清婉。这般清醒，这般狠得下心，又这般有分寸，这世上竟有这样的女子。美人之事，殿下尽快安排。我去先问问江南的进展。启禀殿下，东宫有异。讲，美人入东宫后，太子日日宿在新人处，再没进过顾侍妾的院子。可顾侍妾的屋里，夜里时常有动静。什么动静？像是男子的声音。可那院子除了太子，外男根本进不去。属下怕无事，特来回禀。知道了，继续盯着，切莫打草惊蛇。属下遵命。都听见了。顾清婉，好大的胆子！狸猫换太子，太子进不了手，他又急着要个孩子，便铤而走险，找了外男。这可是混淆皇室血脉的死罪。是死罪。可他一旦真有了身孕，便是他的死期。他有孕，帝后正盼着皇孙，怎会是死期？殿下别急，这其中的关窍，过几日自有人替咱们揭开。若他当真找了外男，这便是天大的把柄。多年不见，您还是这般硬朗。老骨头一把了，倒是你在太医院长着这么多人的性命，担子重。担子重，话却不能多。这宫里的事儿知道的越多，越是烫手。今日没外人，都是自家，有什么别心的，说出来痛快。老将军，有件事憋在我心里3年了，关乎储君。3年前，太子打猎坠马，伤了下身，虽不爱人道，可这子嗣怕是难有了。此话当真？老将军，今日这话你可千万烂在肚里，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。放心，我江某人嘴最严。来，喝酒。外祖父，玉婉，你想到了什么？我想到了顾清婉肚里那个迟早要冒头的喜讯。这消息若是传出去，太子绝嗣便人尽皆知。无妨，只是擦破点皮。江南那些人狗急跳墙，半道上设了埋伏。擦破点皮，这血都浸透了袖子。坐下，我替你看看。王妃还会包扎伤口。我外祖父是武将，江家的女眷，谁不会棘手金疮药？忍着点。下手倒是不轻。谁让你这般不小心？查案带这么少的人，万一怎样？王妃会担心本王。我担心的是，你若有个3长2短，这盘棋就散了。是吗？
本王还当王妃是真的担心本王这个人。方才听说他遇袭，我这心竟揪了一下。这不对，我说过要权不要爱。玉婉，殿下，这些话等江山定了再说不迟。好，本王等得起。往后查案多带些人手。你如今是要紧的人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要紧的人。启禀陛下娘娘，东宫顾侍妾诊出了喜脉，已有1月身孕。当真？太医可诊准了？太医院反复诊过，千真万确，是喜脉。好，好，朕的长孙有望了。传旨，太子解除禁足。儿臣谢父皇恩典。来人，赏！流水般的往东宫送赏赐。顾氏但遇皇嗣有功，晋为良帝。臣妾谢陛下，谢娘娘隆恩。他当真有了。帝后这般大喜，咱们若此时揭破太子绝嗣，此刻不行，他刚得晋称，正是最得意的时候。咱们要等的是让这火自己烧起来。你是说流言？真相不必咱们说，只需把太子绝嗣的旧事吹进京城，剩下的帝后自会去查。他连出手的时机都拿捏得分毫不差，这般沉得住气，本王是真的服了。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摆宴，朕要与众臣同贺。顾氏但遇皇嗣有功，本宫亲自为他备赏。明儿，你也该好生待他。儿臣遵命。只要这孩子平安生下来，我便是东宫第一人。你听说没？外头都传太子3年前打猎伤了身子，早就不能生养了。不能生养？那东宫那位良娣的身孕是怎么来的？这就难说喽。空穴来风，未必无因啊。诸位听个新鲜，这皇家的事儿最是扑朔迷离，有的呀明面上添了喜，暗地里却藏着天大的窟窿。娘娘，不好了！外头到处在传，说太子殿下早已不能生养。胡说！什么不能生养？谁在散布这种谣言？奴婢不知。可这话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不可能，明儿3年前是受过伤，可太医不是说不爱人道吗？难道……封口！凡敢议论此事者，一律重罚。还有那良娣的身孕，再请太医仔细诊。是。说那孩子当真不是明儿的，不行，本宫要亲自查个清楚。太医正，朕只问你一句：3年前太子坠马受伤，伤的是何处？可还能生养？陛下，此事如实回答！欺君之罪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回陛下，太子殿下3年前坠马，伤及下身，虽不爱人道，可子嗣一事确实极难。你说什么？极难生养？那东宫良妃腹中的孩子，不可能！我儿怎么可能绝嗣？那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传太子，传那良妃，朕要当面问个明白。陛下息怒，保重龙体。朕的储君贪墨暴虐，如今连子嗣都是个谎。他让朕怎么把这江山交到他手上？完了！一旦查实那孩子来路不明，明儿这储君之位再无人能保。退下吧，此事容朕想想。该说的臣都说了，往后这风浪，臣只求别牵连自身。庸医，一群庸医，谁说孤不能生养？孤是储君，孤是太子。殿下息怒，息怒啊！你过来。殿下，你冷静些。孤问你，太医说孤不能生养，那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哪儿来的？
是您的，殿下，是您的骨肉。姑的骨肉，姑根本就不能有孩子。你说那是谁的野种？不是的，殿下，您听我说。姑待你不薄，抬你进东宫，护着你，宠着。殿下，冤枉啊！我孝明堂堂储君，竟被一个女人这般欺辱。这孩子若生下来，我便是天下人的笑柄。你们都给姑滚开！姑要他说实话，这野种到底是谁的？快去禀报陛下！快去呀！来人，快进去！殿下出大事儿了！顾良娣他没气儿了！造孽呀！殿下方才失了神智，下手没个轻重，拦都拦不住。姑不是有意的，是他欺骗姑。王爷、王妃，东宫出大事了，顾良娣轰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听说太子殿下得知绝嗣，当场失了心智，与顾良娣起了冲突，下人冲进去，顾良娣已经没气儿了。终究是走到这一步了。你早料到了。我料到他会铤而走险，也料到太子知道真相会失态。我恨过他，盼过他落难，可真到这一刻，竟没有半分快意。殿下，太子失德至此，朝中必有大变，该咱们出手稳住局面了。我这就进宫。他拿一条命赌一场荣华，如今荣华没了，命也没了。陛下，太子失手致良娣身亡，更加那胎来路不明，疑为混淆皇室血脉。如此储君，恐难成大统。陛下，明儿一时失智，铸成大错，可他到底是嫡长子，求陛下念在父子之情，从轻发落。娘娘，储君乃国之根本，一个贪墨暴虐又被蒙骗的储君，若登大位，岂能天下私情而误国本？父皇，儿臣有一言。安儿，你说。皇兄之事，朝野皆知，民心已乱，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，稳住朝纲。至于如何处置，儿臣但凭父皇圣裁，绝无二心。临大事而不乱，不落井下石，又顾全大局。三皇子贤德，朝野有目共睹，臣等恳请陛下另立贤储。请陛下另立贤储。此事重大，待朕斟酌。退朝。大势已去，我护不住明儿了。明儿，老爷，你醒醒！大夫，快来呀！外头怎么样了？清婉呢？老爷，您还是别问了，安心养病要紧。说，我要听实话。大小姐，顾良娣她在东宫轰了，太子殿下也怕是要被废了。轰了，我的清婉，轰了。老爷您保重。老爷，来人，快传大夫！玉婉，我的玉婉，当年是我对不住你，是我把她推出去的，我没脸见她。老爷您别这么说。玉婉，爹错了，可惜晚了。王妃，顾府来人传话，说顾老太夫病危，怕是时日无多了。知道了，父亲，你也走到这一步了。我该恨你，可这心里怎么还堵得慌？娘娘，你要去看看老太夫吗？等大典之后吧。陛下，臣等联名上奏：太子萧明贪墨赈灾银两，致灾民失所，借酒失德，觊觎地玺，纵容内违，酿成血案，更有绝嗣之实，欺瞒君父，四罪并罚，废之有据，请陛下圣裁。
请陛下废太子，另立贤储。众卿所奏，朕已尽知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明儿固然有错，可废储动摇国本，恳请陛下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娘娘，储君无嗣，本就难成宗庙，何况罪行累累，民怨沸腾，再给机会，便是拿江山社稷做赌注。国之储君关乎万民，一个贪墨暴虐绝嗣之人，朕若执意留他，便是负了这天下。传朕旨意。陛下，废太子萧明储君之位，幽居别宫，闭门思过，无诏永世不得出。陛下圣明。废了，到底还是废了，我的明儿。朕的儿子，朕亲手废了自己的储君，可为了这江山，朕别无选择。陛下，储位不可久虚，另立贤储一事，还请陛下早定。此事，朕心中已有人选。本宫不甘心，萧安凭什么坐收狐狸？传话出去，就说赈灾的银子是他从中作梗嫁祸太子的。娘娘，此事万一查无学据，等到查不查的实，先把水搅浑再说。本宫倒要看看，他这贤德还能撑多久。皇后这是狗急跳墙，想反咬我一口。他说你从中作梗嫁祸太子，可笑。江南平价粮是江家调的，账目人证、商录记录，桩件件都在。正是，他想搅浑水，咱们偏要把水清清。你只需把江南赈灾的全部账册、调粮的凭证，主动呈到御前，请父皇彻查。清者自清，反倒坐实你的功劳。以攻为守，皇后想泼脏水，咱们却递上一面镜子，照出谁清谁夺。他越是出招，越显得急躁失科。父皇看在眼里，只会更不喜中宫。玉婉，每到要紧关头，都是你替我稳住阵脚。你我本是一体，你稳我便稳，你乱我也跟着乱。不知何时起，我竟习惯了与他并肩，这只手握着，倒也安心。安儿，赈灾的账册朕看了，清清楚楚，是你平了江南粮价，安了灾民，做得好。儿臣分内之事，不敢居功。朕再问你，你娶江家女为妃，江家手握40万大军，你可知朕当年为何要为太子点顾家嫡女？儿臣斗胆。父皇看重的从来不是顾家门第，而是顾家嫡女背后的江家。一旦储君得了江家拥护，江山可安。你倒看得透。如今江家倒向了你，这储位若给你，江家便是你最硬的靠山。可这靠山太硬，朕也得问一句，你压得住吗？父皇明鉴，江家忠的是社稷，不是某一个人。这样的靠山，儿臣求之不得。当年朕要的是江家，如今江家在你身后，民心在你这边，朝臣也属意你，这储位舍你其谁？朕意已决，你回去等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萧明德行有亏，罪责难辱，废去储君之位，幽居别宫，无诏不得出。钦此。废了，顾被废了。早知今日，当初我若娶的是玉婉。罪人萧明，走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三皇子萧安德才兼备，仁孝克己，立为皇太子，入主东宫，以正国本。钦此。儿臣萧安领旨谢恩，定当克己奉公，不负父皇，不负天下。恭贺太子殿下，太子千岁。平身。安儿，从今日起，这东宫便是你的了，望你勤勉自持，善待万民。儿臣谨遵父皇教诲。王妃不，太子妃娘娘，
殿下已被册立为太子，您是太子妃了。太子妃，兜兜转转，这个位置终究还是到了我手里。可这一回，是我自己一步一步挣来的。传话下去，府中上下一切照旧。越是这时候，越要稳。娘娘，这下谁也不能再小瞧您了。越是得意时，越要稳住。传我的话，府中上下不许张扬。太子党羽盘根错节，户部、礼部都有他的人，这些人一日不清，朝政一日难安。不必急于一时，先动那几个贪墨最甚、民怨最深的。擒贼先擒王，可若动得太狠，又恐人人自危，反生事端。所以要恩威并施，最大者严整，服从者只要肯改、肯效力，便既往不咎，给人留条活路，他们才肯为你所用。软硬相济，还是你思虑周全。平凉这些惠民之事，要趁热打铁，多办几桩。百姓眼里，太子闲不闲，不看朝堂上谁倒了，看自家锅里有没有米。哈哈，王妃这话比那些只会引经据典的老臣实在多了。如今该改口啦，是太子妃。对，太子妃。本宫这东宫往后内政外朝都要倚仗太子妃。明日大典，你我便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太子妃了。这一路不容易，是不容易。那日金殿上，你归还玉佩，自请出府。本王到现在都记得，你说喜欢谁，给谁的情都轰轰烈烈，因为你足够好。你竟记到现在？本王还记得，你说要权不要爱。玉婉，本王想问，这话如今还作数吗？当初说那话，是因为我信过的人一个个都辜负了我，父亲、太子，他们口口声声的情分都成了刀子，所以我宁愿要权，权是实的，攥在自己手里，谁也夺不走。那现在呢？现在，我遇见一个人，他肯为素不相识的我说公道话，肯在我替他包扎时说软话，肯把善待功臣4个字记在心上。玉婉，萧安，我从前以为权和爱只能要一样，可你让我明白，原来也可以两样都要。那本王今日便许你一句：权，本王与你共掌；爱，本王只你一人。这江山，你我一起争。这一生，本王只你一个太子妃。好，我信你。夜深了，明日还有大典，本王送你回去。要权，也要爱。原来这世上，当真有人肯把两样都捧到我面前。这屋子怎么这样冷？这就是孤的下场吗？一座别宫，关到死。罪人，用饭吧。罪人，孤曾是这天下的储君啊，怎么就成了罪人？玉婉，当初父皇本要把你赐给孤的，是孤鬼迷心窍，偏要那个顾亲王。罪人，恕奴才直言，顾良迪是被您亲手所害，怨不得旁人。是孤害的，孤待他也曾真心过，可孤一时疯魔，竟亲手贪墨、说谎、绝嗣、害命，桩桩件件都是孤自己一手酿成。娘娘，您交代的事办妥了，夫人的坟已从顾家祖茔迁出，葬入了江家陵园。好，我娘活着时受了一辈子委屈，死后再不必和顾家葬在一处。顾府那边，老太夫病得起不来床了，府里乱成一团，要不要？顾家的家产、田契，我一分不要。当年我自请出府，便与他们再无干系。可您毕竟是顾家出来的，外头若有人说闲话，说什么？说我无情。我取我该得的，分毫不沾不该沾的，这叫清白。娘娘想得周全。父亲，您当年把我推出门，断了父女情，
如今我也还你一个干净，母坟迁走，旧缘割尽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备车，顾府那边，我见他最后一面。娘娘，老爷怕是就这1、2日了，一直念叨着您的名字。父亲，玉婉，是你吗？你来了。玉婉，爹爹对不住你，当年是爹爹糊涂，偏心避嫌，把你往外推。爹爹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再叫我一声爹爹？父亲，您可知，您错的不是偏心，那是您错在为了那虚名，那避嫌，连女儿的清白名节都肯拿去成全别人。我那是鬼迷心窍。父亲，我今日来不是为了认您这个父亲，那你是为何而来？为了把当年的事当面说清楚，也为了让我自己彻底放下。玉婉，请问他到底葬在哪里？父亲，您安心去吧，母亲的坟我已迁出，葬入了江家。您和您的女儿身后会葬在顾家祖茔。我的女儿清婉。对了，忘了告诉您一件事，我与夫君明日要去宗庙祭祀。明日起，我们便是些名正言顺的太子和太子妃了。可惜啊，父亲，这份荣耀，这泼天的富贵，和您顾家再没有半分干系了。玉婉，你……我不是来认父的，是来了了结的。从今往后，顾城风是顾城风，江玉婉是江玉婉，两清了。老爷咽气了！你怎么来了？算着你该出来了，这种时候，本宫不放心你一个人。我没事，只是了结了一桩心事。他走了。刚咽的气，我把该说的都说清楚了。他到底是你父亲，心里若难受，不必强撑。不难受，说不上恨，也说不上痛，就像终于把一块压了很久的石头放下了。放下了就好，往后的路还长。明日大典，你得好好休息才是。这些操心的事儿，交给本宫。1年前，我孤身一人走出顾家，身后空无一人。今日我再走出来，身边却有人等着，替我撑伞，替我分忧。是太子殿下。走，回家。启禀太子殿下，户部庶郎贪墨案已查实，涉案的几名旧太子党赃银人证俱全，依律严办。赃银冲入国库，补江南赈灾的旧亏，一个不许姑息。是，殿下。还有些从前依附东宫的官员，惶惶不可终日，纷纷递了请罪折子。太子妃以为该如何处置？首恶已成，愚者不必赶尽杀绝。凡主动请罪并无大恶的，准其戴罪立功。朝廷正是用人之急，逼得太紧，反失了人心。太子妃宽仁，如此一来，人人感念殿下恩德，必尽心效力。就依太子妃所言，传话下去，肯改过自新者，既往不咎；再有贪墨害民者，严惩不贷。殿下英明，太子妃贤德。这朝堂上的人心，经你这么一理，稳了大半。治国如治家，一味用刚易折，一味用柔易散，刚柔相济，方能长久。安儿，这些政务往后你先批阅，拿不准的再来问朕。朕老了，该让你多担些担子。父皇春秋正盛，儿臣不敢，儿臣只盼为父皇分忧。你办事，朕放心。江南赈灾，肃清贪墨，安抚朝臣，桩桩件件都办得妥帖。比朕年轻时，
还稳重。父皇谬在，儿臣不敢居功，多亏满朝文武用命，也多亏太子妃在内宅替儿臣操持。如今看来，真正的珍宝是他这个人。儿臣能得贤妻，是儿臣之幸。你母后那边自明儿被废，他便称病不出，朕已让他安心在宫中静养，不必再理外事了。母后保重凤体要紧，儿臣会常去请安。你有这份心，很好，退下吧，好生当差。儿臣告退，儿臣定当续业在宫，不负所托。玉婉，你召外祖父进宫，可是有要事？外祖父，是有一桩关乎社稷的大事，想请您与苏老将军共议。本宫的父亲今日也进了宫。玉婉，你这是要把两门文门凑到一处？正是。如今殿下已是储君，可朝局初定，边关未稳，江家镇北，苏家守西。若两门同心辅佐东宫，则内有贤储，外有强兵，江山可保百年安顿。外祖父，江家、苏家中的都是社稷，殿下仁德爱民，正是值得辅佐的明主。安儿是个好孩子，值得咱们这些将门豁出去护着。好，我江家愿与苏家同进退。玉婉代殿下谢过两位老将军。明日宗庙祭祀，你我便是正位的太子与太子妃。1年前，我在金殿上孤身一人归还玉佩，自请出府。这一路走来，恍如隔世。是啊，如今你挣到了，权在手，人也在你身边。不止，我还想要更多。哦，太子妃还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个太平盛世，让灾年有粮，让蒙冤者有处申诉，让被人扯破一片衣袖的女子不必去寻死。这是当初本宫在花厅对你说过的话。我记了一整年。萧安，这不只是你的志向，如今也是我的。玉婉，谢谢你。吉时到，太子、太子妃祭告宗庙。走。今日我登上宗庙的台阶，身边是携手的人，身后是稳固的江山。祭拜天地，告慰列祖列宗。玉婉，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记得。如今本宫想说，本宫娶到你，不是因为本宫多好，是因为你足够好，好到本宫此生非你不可。殿下今日大会说话了。二拜高堂，其右社稷昌隆。玉婉，从今往后，这宗庙这江山由你与本宫一同担着。好，一同担着。三拜，夫妻同心，白首不离。白首不离。白首不离。礼成，太子、太子妃受百官朝贺。恭贺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太子妃，往后这天下，你我同行。好，同行。